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记住，不是85花孤立了赵丽颖，而是赵丽颖抛弃了85花。一经开播，《风吹半夏》在浙江卫视的收视就过了 0.5， 在江苏卫视的平均收视也有 0.26。随着剧集的播出，收视稳扎稳打，一路飙升。继《幸福到万家》之后，赵丽颖又是一路火花带闪电，凭实力撑起一部剧。随着这波热度，忍不住看了几集，第一个感觉就是《风吹半夏》像极了樱桃与张译在2017年主演的《鸡毛飞上天》。当年《鸡毛飞上天》也是一经播出就火得一塌糊涂，评分直接飙到 8.1。至今仍有不少观众3刷4刷。作品播出后，张译被送上领奖台，樱桃凭借此剧直接奠定了在电视圈的地位，能被观众记住这么久，足以见得鸡毛飞上天的魅力。如今的风吹半夏势头不减当年，但是若真要把风吹半夏与鸡毛飞上天对比来看，还有着诸多不同。01大时代背景下的女强人，与鸡毛飞上天一样，风吹半夏也是讲述大时代背景下的创业者，只是前者以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为背景，后者以东北重工钢铁贸易为背景。虽然时代背景不同，但无论是鸡毛飞上天中的骆玉珠樱桃氏，还是风吹半夏中的许半夏赵丽颖氏，都是大时代背景下的女强人，是人中龙凤，是创业者中的佼佼者。骆玉珠坚韧有魄力，娘死了，爹是个赌鬼。骆玉珠从小就是没人管的野丫头，但也正是因为她长期处在生存压力中，才逐渐被逼出强大的潜力来。为了赚钱，卖过布条、扣子、袜子，只要她卖过的东西，就没人能比得过她，因为她不仅头脑灵活，更会卖命。为了卖布条，不惜与村里人闹矛盾，甚至时刻做好与男人打架的准备。为了卖扣子，不惜一个人扛着2麻袋，莫种脚也不埋怨一句。为了卖袜子，夜里坐火车翻墙头进厂子里进货。为了留住客户，不停地吹气球，2腮吹肿也不愿停下来。为了得到林黛玉的照片，一次次抹开面子向陌生人索要。骆玉珠像个不知疲倦的陀螺，她也从未觉得自己是女人而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。她坚韧有魄力，全靠一双手打天下。在她身上看不出女性的柔弱，却能看到女性的坚强与独当一面的魄力。许半夏也是如此，为了混入商人堆，硬是把自己逼成了左右逢源的令狐冲。本就不是服软的性格，却为了生意不得不笑脸迎人，伏低做小。为了能拿到货源，他忍着对方的抵赖，一次次忍气吞声。父亲总是劝他不要胃口太大，但许半夏仍不愿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赚钱的机会，即便搭上身家性命。与骆玉珠一样，许半夏坚韧霸气有魄力，但不同的是，许半夏比骆玉珠更有格局。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格局，才有了更加传奇的后半生。一直以来，以女性创业者为第一视角的作品并不多，能叫得出名字的除了《鸡毛飞上天》与《风吹半夏》，也就是以珠三角商业发展为背景的《外来妹》，与以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故事为背景的《世纪人生》、董竹君传奇，以及以珠三角服装贸易为背景的《星辰大海》。大时代背景下，女性不顾偏见，不畏辛苦，白手起家，成为一代传奇。这样的女性角色更加有力量，也更有传奇色彩。许半夏与骆玉珠一样，都是大时代背景下的女强人。赵丽颖与樱桃一样，都是娱乐圈中脱颖而出的女演员。02脱颖而出的女演员，把风吹半夏与鸡毛飞上天对比，还有诸多不同。比如剧情，风吹半夏的节奏过慢，用7、8集来讲述一件事，
而在鸡毛飞上天中，这个时候男女主都已经私定终身了。还有情感着重点，鸡毛飞上天在讲述创业的同时，男女主的爱情贯穿全剧，并且戏份不少，主旋律大概是恩爱夫妻的创业之路。但风吹半夏将更多的侧重点放在创业上，即便有情感戏，也都是围绕着创业。这里的爱情着重点更多是势均力敌、相辅相成。其次是演法不同，效果自然也就不同。樱桃在鸡毛飞上天中土里土气的造型与服装，几乎素颜的妆面，更贴近当地的口音，一下能将观众带入到那个年代。服化道用心，演员演技加持，整体效果更贴合时代背景。而赵丽颖在风吹半夏中，妆容精致与穿搭时尚，时常与身边对手演员的穿搭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，造成视觉差，更像是一群人在演那个年代，难给观众带来沉浸感。樱桃像揉碎了自我，融入了角色，达到了本人与角色的完美融合。赵丽颖本人性格与角色性格太像，出演类似的角色也不少，很难再演出惊艳感。包括2部剧中的配角也大不相同。张译演技扎实，演啥像啥；欧豪演得不尬，却达不到惊艳程度。风吹半夏只能说像鸡毛飞上天，两者却并非是同一量级。赵丽颖与樱桃也并非同一水平，因为赵丽颖并非科班出身，底子较薄，在演艺圈这么多年没有系统的学习过表演，能走向演员这一行业也并非因天赋过人。第一次演戏时，她青涩懵懂，全靠模仿别人，说的台词都生硬不已。赵丽颖演戏全靠自我悟加实践，才慢慢从台词生硬与肢体僵硬变得越来越像个职业演员，并逐渐用演技打动观众。可即便是这么多年的实践与经验的积累，也比不过事后樱桃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不过，若单看赵丽颖个人进步，还是肉眼可见的。在《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中，赵丽颖虽然演技获赞，但从多个细节还是能看出她说台词容易卡壳，一激动就容易嘴瓢。经过几年的沉淀，无论是在《幸福到万家》中怒砸婚闹的万传家，还是在《风吹半夏》中怒砸出轨的丈夫，赵丽颖的台词说得越来越顺了，爆发力越来越强了，表演也更加真诚了。演技比不上老戏骨，也比不上事后，至少赵丽颖一直在进步。光对角色的态度，对作品的认真，对演技的钻研，赵丽颖就能在一众85花中站住脚跟。03比不过事后，却在85花中立得住脚。风吹半夏播出后，有不少观众这么评价赵丽颖：85花中只有赵丽颖在认真对待演员这2个字。虽说这样的评价会树敌，对赵丽颖并不友好，可这也是肉眼可见的事实。她的进步是可见的，而不光是粉丝口头上硬吹的。85花中，杨幂主演的《谢谢你医生》与《爱的28定律》播出后争议不小，前者不像医生，后者不像律师。杨幂本人还被吐槽是女版张翰。确实，杨幂在诠释角色时始终难沉得下来，一直游离在本我与角色之间，既不能是完全的本我，又做不到是完全的角色，处在中间很尴尬。尤其在《爱的28定律》中，角色的性格很像杨幂本人，就连日常穿搭都是朝着女明星走红毯的水平上整，这就导致观众很难分得清杨幂本人与角色本身，难以沉入剧中。能看得出杨幂有意从古偶转型，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演医生没有医生的气质，演律师又没有精英感，再加上本身剧本就不够抓人，就更难出好片。包括刘诗诗连续主演的《如果可以这样爱》，亲爱的自己没有水花，还不如流金岁月名气更大，奈何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中没有突破，演技这一块被搭档倪妮抢了光环。另外的唐嫣一直处在待业状态，
不进组不拍戏，专心在家相夫教子，气得粉丝爆粗口。相比之下，杨颖露脸机会较多，综艺、时尚、剧集、电影全面开花，可到头来，红毯造型最令人惊艳，综艺节目最令人印象深刻。85花中，能与赵丽颖较量的只有倪妮与刘亦菲。倪妮在《流金岁月》《天才基本法》《漫长的告白》等作品中的表演还算惊艳，剧集、电影两手抓，看得出她的努力。奈何倪妮一直差点运气，继金陵13钗后难有被观众记住的经典角色，即便《流金岁月》中的朱锁锁强势出圈，也只是在小部分人群中火爆。相比之下，刘亦菲更加出众，但她也一直如此。与赵丽颖一样，刘亦菲对待事业倾行有计划，对剧本有要求，对演技有标准，交出来的作品都不会让人失望。一直以来，杨幂与杨颖关系好，杨颖又与倪妮好，倪妮还是刘诗诗的小姐妹，而刘诗诗与唐嫣是多年闺蜜，唐嫣与刘亦菲还是好友。就这样，85花被串在一起，挨个抱团互称好姐妹。唯有赵丽颖孤零零一个人，外人都说赵丽颖被85花集体孤立，但从作品质量、演绎态度上看，是赵丽颖远离了85花，背叛了这个集体。有流量却不只看流量，该转型就毫不犹豫走向转型之路，融不进去的圈子就不会强融，宁愿远离85花大部队，也不愿随波逐流。赵丽颖的孤独才叫高明。毕竟，名利圈哪有什么永恒的真姐妹？唯有演好戏站稳脚才是真本事。04，真诚永远是必杀技，实力才是王道，提升自己才是真能力。赵丽颖看似被孤立，实则最清醒。从一众85花的现状、口碑、作品来看，不难得出一个结论：真诚才是永远的必杀技。这份真诚说白了就是在什么年纪演什么戏，长什么样就呈现什么样，不要试图忘记自己的年纪，掩盖自己的状态，只会让观众觉得虚假。比如30-40岁去演少女，在剧中装嫩扮可爱，只会是满满的违和感；或者状态不够滤镜来凑，10级滤镜一开连五官都看不清楚，只会让观众反感。皆不适合自己年龄的剧，故百万修图师，只会成为笑话。赵丽颖能在一众演员中脱颖而出，离不开她的真诚。在《风吹半夏》中，赵丽颖演暴打出轨丈夫的戏份时，发箍不小心掉到额头，看上去甚至滑稽，但赵丽颖依旧没有被影响，更没有为了形象喊卡或者是立刻去整理，而是继续沉浸在剧情中。这个细节虽小，却能看出赵丽颖进入角色了，而且将角色放在首位，这份态度就值得学习。虽然拿这么小的事情去谈演员的态度，甚是可笑与悲哀，但在圈内确实有太多反常理的操作，并非所有人都能像赵丽颖这样为了角色不顾自身形象。尤其是鞠婧祎，被绑架了都舍不得化淡妆，在火场里都舍不得抹黑脸，时时刻刻在意自己的形象，完全置角色于不顾，这副态度也已经成为圈内风气。同样成为风气的还有那10集滤镜与后期一帧一帧的修脸。在《胡珠夫人》中，杨幂的滤镜过重，墨皮墨到眼泪与五官都看不清。在《大国艺》中，每当镜头给到张萌，观众都会忍不住怀疑自己的眼睛出现了问题，他个人滤镜又厚又可笑。在《星辰大海》中，刘涛的每一个镜头都自带柔光，而且是个人独享柔光，既尴尬又令人出戏。诸如此类的操作太多太多，真正敢于挑战相机直拍的少之又少。但在《风吹半夏》中，赵丽颖还算真诚，至少她不用10级滤镜。镜头下的赵丽颖皮肤状态确实不如精修图，眼角有皱纹，眼袋很明显，鼻头毛孔粗大。但这就是观众希望看到的真实，而不是自带柔光的美艳。
若风吹半夏中的赵丽颖启用10级滤镜，吐槽声定会之多不少。就像当年的鸡毛飞上天，演员们穿着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衣服，画着几近素颜的妆容，全身心为角色付出，这份真诚才是给观众最好的礼物，观众也才能快速走入剧情。真诚才是打动观众的关键，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进步。可惜有太多的演员做不到，但在这85花中，赵丽颖做到了。